歡迎繼續收睇 Watch Cat Vlog 啊！咁話多話少呢，我個 channel 都見證住 Cine 喺澳門上嘅發展，亦都佢哋都見證住我呢個 channel 嘅成長啦。自從上年年尾先至開嘅澳門銀河嘅 Cine，應該算係全亞洲最細嘅一間專門店。咁點解全亞洲呢？因為有個網友呢留言話，原來全世界最細嘅專門店呢，應該坐落咗喺巴黎嘅老佛爺百貨公司入邊。聽聞只係得一個 counter 咁大嘅啫。咁我非常之榮幸啦，經常聽到澳門銀河嗰間 Cine 創下咗銷售嘅佳績，所以 Cine 亦都決定再下一城，喺上葡京嘅酒店入邊開設第二間嘅專門店嘅。新嘅 Cine 咧就坐落喺上葡京嘅1樓啦，喺個電梯位隔離，個位置都算係相當之唔錯嘅。咁啊，新嘅鋪頭個樓底都非常之高啦，咁啊感覺非常之舒服嘅，亦都用上咗最新嘅一個裝修嘅風格啦。我個人就幾中意呢一種風格嘅，modern得嚟呢又有翻啲古典嘅味道喎。咁入到去呢，就見到兩個飾櫃啦，一個就放住 Define 嘅系列，而另一個呢就放住經典嘅 El Primero 啦。另外一直都覺得 Cine 呢句 tagline 好有型 ，The Future of Swiss Watchmaking 都幾大膽嘅一個講法，亦都係一個好有自信心嘅一個表現啦。咁個天花板都好有型，我都忍唔住要影一影，有一個星空嘅點綴啦。而另外呢，鋪頭入邊有一本天書，呢本天書勁啊，超厚，我諗認真讀都要讀幾個禮拜。而我見呢度啲同事呢，亦都 keep 住喺度咪呢一本天書，所以呢本天書值得我拍一拍嘅。近呢一兩年呢，我諗 Cine 嘅發展實在太過犀利啦，連我自己呢都一年入邊買入咗2隻嘅 Cine。本身諗住拍下 YouTube 片又當解下毒啦，點知就越拍片就買得越多嘅手錶。本以為推動呢個鐘錶文化，點知就推動咗自己荷包嘅清零。咁我講翻正題先，今日當然要介紹一下最新推出嘅 El Primero Chronomaster Open 嘅一個款式。咁拍攝呢一個新錶之前呢，我提議不如同時介紹多啲 El Primero 啦，因為 Cine 呢邊都非常之配合嘅，準備多咗3隻嘅 El Primero 作為一個比較。我之前就拍過一條比較詳細介紹 El Primero 嘅片嘅，咁有興趣了解 El Primero 更多嘅歷史呢，就可以去睇一睇翻呢條片嘅。今年2022年 Watches and Wonders 先至發布嘅 Chronomaster Open 啦，有黑同埋銀白兩個顏色嘅，而材質上邊呢，有不鏽鋼啦，同埋18K 嘅玫瑰金嘅選擇嘅版本啦，有鏈帶啦，以及尼龍配咗一個膠底嘅錶帶嘅一個選擇，而錶徑其實就39.5mm 嘅，厚度就為之13.1嘅mm啦。咁呢個 size 咧更加適合於男女啦，亦都再一次證明咗大錶徑嘅潮流咧，其實正在慢慢咁樣減退中嘅。先睇一睇銀白色嗰個版本先啦，因為始終係忠於翻原著 El Primero 嗰個顏色，個人感覺都係同3色嗰個 style 係比較突出啲嘅白色呢個版本。咁有啲牌子就會叫呢種做 Open Heart 啦，因為 Balance Wheel 呢嗰個位置經常比喻為手錶入邊嘅心臟啦。新嘅呢一款小秒針背後增加咗一塊水晶嘅膠面啦，之前就冇嘅。細心啲睇呢，你可以發現鏤空嗰個邊緣呢，其實都做咗一個倒角嘅設計嘅。而鏤空機芯嗰個部分呢，用上咗一個比較 modern 嘅打磨方式啦，有別於以前用上咗一個 perlage 魚鱗紋嘅一個打磨嘅，個分別都幾明顯嘅。另外，如果你係 Cine 嘅 fans 咧，應該會知道 Open 嘅呢一個小故事嘅。原來我哋已經睇慣嘅呢個 Open 設計呢，今時今日睇就好似好平常咁，但其實 Cine 係第一個牌子呢，早喺2003年喺錶界呢推出咗呢一個半鏤空嘅設計嘅喎。咁自此咧，亦都成為咗錶面設計入邊一大個經典嘅元素嘅喎。咁啊，更加有另一個小插曲啦。當時嘅 Cine 嘅最大嘅主腦咧，應該係 CEO 嚟嘅。當時就作出咗好多令人費解嘅一個決定啦。唯獨是呢一個半鏤空設計咧，成為咗一個經典嘅。亦都正係因為呢樣嘢咧，令到 El Primero Open 嘅話咧，
成為咗部分標迷追捧嘅一個對象嘅。咁陣間我哋可以攞翻之前嗰隻做一個比較嘅。金屬嘅鏈帶呢，做咗拉絲同埋拋光嘅一個處理啦。錶扣嘅部分呢，亦都有翻 Zenith 經典嘅粒星啦，成個扣就做得非常之紮實嘅。咁而個錶底呢，亦都見到翻最新嘅3604 LP Mero 機芯啦。雖然佢係一個小改款啦，但係同上一代3600嗰個佈局呢，有明顯嘅分別嘅。咁3600大家都會知道啦，係一個每10秒轉一個圈嘅一個計時啦。喺上一代呢個 Chronomaster Sport 入邊呢，攞得咗重大嘅一個成功嘅。咁今次呢一隻嘅 Open 呢，亦都用上咗1/10秒啦，咁啊就攞走咗日期，咁就變成咗一個3604嘅一個機芯。因為大部分嘅 LP Mero 其實都係有日期嘅，咁唯獨是 Open 嘅 LP Mero 呢，基本上就係冇日期嘅。咁啊，講完白色啦，亦都講一講黑色嘅版本啦。咁黑色個人就覺得會係低調一啲嘅，因為反而佢同兩個 style 嘅顏色就比較接近一啲啦，就冇白色嗰個對比度咁強烈嘅。咁但係呢度嗰個黑色呢，就唔係話用上咗一個瓦面黑色嘅，佢係一隻有少少叫做半反光啦，又未至於好反光嘅一個黑色嘅。咁黑色嘅感覺我就覺得比較適合於男士多啲咯，感覺上就好似型啲。白面嘅話呢，就偏向於斯文啦，同埋女性啲。我就睇慣白色多啲嘅，因為始終 LP Mero 都係白色為主啦，經典嗰啲款式。咁我自己就呢個係我自己嘅一個少少意見啦。呢隻就係跟咗一個尼龍帶啦，有翻一個接扣。咁呢種帶我覺得最好嘅就係個底呢係一個膠嘅物料嘅，咁啊唔怕話出汗啦，因為出汗咗之後呢，你都會用水去抹翻走啲汗，咁啊唔怕話整濕條錶帶啊，或者老化咗條錶帶嘅。呢個設計其實都近年錶界都已經用晒呢一個設計嘅啦。機芯方面就同白面當然係一模一樣啦，都係3604。咁我呢度就唔重複啦，主要俾大家睇翻黑面計時嘅時候嗰個動態啦，動感係點嘅樣。咁呢度都專登將兩隻擺埋一齊俾大家感受一下啦。你中意邊一隻呢？喺留言嗰度話俾我哋知，你中意白色多啲啊，定中意黑色多啲啦？可能咁啱呢，黑面一款呢就配咗一個黑色嘅帶呢，望落就好似順眼啲、夾啲。我成日都同啲牌子講笑咁講啦，亦都俾個建議佢，例如好似左邊嘅白色呢一款。你如果喺 marketing 嘅角度呢，俾一個白色嘅帶佢呢，可能對一啲視覺系嘅朋友呢，會有一個好大嘅衝擊。咁我諗 Zenith 可以睇完呢條片嘅話，考慮一下我呢一個提議嘅。喺專門店拍嘅好處，當然就係勝在夠多錶啦，亦都可以攞翻舊一款嚟俾大家比較一下。咁啊，亦都好明顯嘅一個分別就係呢。Open 嗰個位呢，有翻一個圈去圈住嘅，喺舊款嗰度有一個金屬圈去圈翻住啦。頭先亦都講過，舊款有一個 perlage 嘅一個魚鱗紋，做一個比較傳統嘅一個打磨方式啦，我會叫做。咁啊，另一個比較大嘅分別，當然就機芯上嘅分別啦。舊款仲係用緊 tachymeter，一個60秒轉一個圈嘅計時啦，傳統嘅 LP Mero。咁而新款就用上咗1/10秒嘅計時噶啦，已經。左手邊呢個舊款呢，就42mm 嘅，有明顯嘅分別嘅現場睇，亦都用上翻 LP Mero 比較經典嘅一個錶面設計啦。而新款嘅右手邊呢隻呢，就偏向於 Chronomaster 嗰個叫做一個新嘅設計語言啦。你見個 style 其實都有分別嘅，一個就有翻一個新款嗰個會有翻一個立體感啦，而舊款呢個呢，就比較於偏向於平面嘅一個設計嘅。
同樣啦，喺專門店呢見到乜呢，就去攞嚟比較一下啦。亦都攞翻一隻上年推出嘅 Chronomaster Original 嘅一個款式啦，完全參照翻 A386嘅一個設計，完完全全係38mm 跟翻1969年啱啱推出嘅時候，呢度亦都俾大家做一個比較啦。不過可惜嘅就係呢，款式就跟上咗原裝 A386啦，但係機芯就跟隨咗時代嘅進步，用上咗1/10秒嘅計時啦，所以呢兩隻你會見到個計時都係1/10秒嘅。正所謂貨比三家，呢度亦都可以貨比三標，攞嚟咗第三隻標做一個比較。Chronomaster 嘅 Sport 亦都係呢個三色陶瓷圈嘅一個版本啦，非常之 hit 嘅一個款式。咁點解話呢兩隻好接近呢？係因為你會見到嗰個入邊好多嘢都好接近啦，例如個 Subdial 呢，其實都係同一個設計嘅 language 嘅。咁啊，主要新款嗰個呢就攞走咗個陶瓷圈啦，同埋做咗一個半鏤空嘅設計。咁啊，舊款唔好話舊款嘅呢個 Chronomaster 嘅款呢，就41mm啦，而攞走咗陶瓷圈之後呢，就變咗39.5mm嘅。咁你會見到嗰個 case 啦，其實個設計語言都係一模一樣嘅，所以亦都因為咁呢，我哋攞咗呢一隻做一個比較啦。而呢兩隻呢，同樣都係做到1/10秒嘅計時嘅。呢度戴上手俾大家睇一睇啦，39.5mm，我隻手就6.33寸，唔算特別粗嘅隻手。咁啊，頭先都講過啦，大錶徑嘅熱潮都開始退卻，大部分嘅錶廠基本上都出緊細嘅錶徑啦。咁呢度就一個上手嘅感覺俾大家睇一睇啦。雖然我頭先講過啦，白色就比較忠於翻原著 LP Mirror，但係戴咗上手之後呢，就好似黑色個感覺好啲。可能亦都因為我頭先講話黑面配咗黑色帶嘅關係，好似會 match 啲啦。如果白面配咗條白色帶呢，可能嗰個感覺又完全唔同翻晒啦。可以值得試一試呢一個組合。今日就介紹咗上葡京新開嘅呢一間 Zenith 專門店啦，亦都介紹咗今年推出嘅 Chronomaster Open 嘅。咁啊，留意到 Zenith 近呢幾年嗰個發展好似都幾突飛猛進，亦都令到自己買咗兩隻。咁啊，如果有玩開錶嘅朋友都知道啦，Zenith 嘅定價呢，其實就算係好合理嘅，唔會話好過分。我舉個例啊，好似 Pilot 嘅一個款式。咁佢有3針版啦，同埋一個計時版嘅。咁計時都係用 LP Mirror 嗰個機芯嘅喎。咁 LP Mirror 呢個版本呢，其實都係貴過3針嗰個版本呢幾千蚊嘅啫。所以呢 Zenith 嗰個定價呢，真係一啲都唔過分，非常之合理。另外呢，我留意到我個 channel 其實都有唔少嘅澳門朋友仔啦。咁如果大家係澳門人嘅話呢，可以嚟一嚟上葡京嘅呢一間 Zenith 睇一睇啦，順便睇下佢哋換天書。而香港嘅朋友仔就要再等等啦，因為暫時都唔知道通關嗰個情況係點，亦都暫時未有一個時間表嘅。咁但係一有機會嘅話，亦都希望香港嘅朋友可以嚟參觀一下呢度嘅 Zenith 啦。我哋今集嘅內容就去到呢度先，希望你哋中意，我哋下一集見，拜拜。